随着我国嫦娥5号项目的顺利进行，我国在月表的一系列照片也开始传回国内。尤其是当我国嫦娥5号探测器在月表的照片，更是引发了我国网友的广泛热议。不过，随着相关照片的传播，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焦点聚集在美国 NASA 身上。在12月5号，央视新闻报道指出，采集完月球样本之后，嫦娥5号上升器完成点火升空，踏上了回家的路。而在4号，我国航天局官方账号中国探月工程也放出一系列照片，其中嫦娥5号探测器在月表展示我国国旗的图片成为了各界的焦点。这也是5星红旗第一次自月球表面以动态方式展现。不过，随着讨论的进行，也开始有网友疑惑，之前公开的照片也成了讨论的核心。在70年前美国人登月拍摄到的画面，与此次我国在月球采集时的月表画面似乎差距还是有点大的。前者显得灰尘十分细腻且蓬松，一脚走上去就能踩出一个很深的印子，而我国嫦娥5号在采集的时候，月表的月尘却显得十分厚重感和厚实感，两者也都是在月球正面登陆的。难道50年时光，月球环境彻底改变了？另外，就是关于我国此次嫦娥5号降落之后的照片问题，我国是从月球轨道降落至月表之后，探测器软着陆之后，几个支撑脚直接就在原地上压出几个小坑，并且月尘显示已经没过脚面。然而，美国当时公布的画面中，宇航员确实踩出了几个脚印，然而重量最大的登陆件和支架却没有明显的着陆坑，这就有点奇怪了。实际上，在照片放出之后，就有网友开始讨论起当年在国际舆论里被广泛讨论的旗帜问题。当时就有人提出，月球上都是真空环境，风肯定是没有的，但是美国人插在上面的旗帜却是一副飘动的样子。虽然美国 NASA 对外的解释是插旗的时候抖动产生的共振现象，不是有风，不过显然这个观点直到今天都没有被广泛接受。登月造假论也在相当一段时间里被外界津津乐道。而如今，随着我国嫦娥5号进入下半场，按照官方的说法，嫦娥5号会带着收集到的月球样本于12月6号抵达月轨，并以早已就绪的返回舱完成无人交会对接。如果一切正常，央视之前透露的时间是预计会在17号前后抵达内蒙古四子王旗。换而言之，在研究此次带回来的月球样本后，经过对比就可以清楚50年前美国人带回来的所谓样本到底是真是假。讽刺的是，就在嫦娥5号开始返航的时候，美国人也在此时开始着手准备上月球采集样本。有国际网友就调侃，他们确实需要一些真正的月球样本，以此匹配中国的数据，毕竟他们那个50岁的假样本可能撑不了太久。值得一提的是，也有分析人士指出，就美国那个脸皮，就算真发现不一样，人家都能一本正经的否认，证不证明其实对中国来说还不是最主要的，我们的征途将是星辰大海。近日，美国海军部长宣布大西洋舰队回归，致力全球存在，并直接将敌人指向俄罗斯。对此，俄罗斯回应也不客气，战机已经部署到美国家门口。据 USNI News 网站12月2号报道，美国海军部长告诉参议院小组，为了确保潜在敌人知道美军致力于全球存在，确保法治和海洋自由，海军计划重新规划沉寂多年的大西洋舰队重建，并称大西洋舰队此次将迎战充满自信的俄罗斯海军。对于美国海军直接剑指俄罗斯，战斗民族海军回应当然也不会客气，表示俄军已经直接在美军家门口部署能够挂载高超音速武器的战机，仅需20分钟就能抵达美国。据报道，美国海军部长肯尼斯·布雷斯韦特称，海军计划将美国舰队司令部先更名为美国大西洋舰队，届时将重点应对大西洋战区独特的海上挑战，控制通往美国和其他国家企图接近我们的盟友。大西洋舰队显然大家并不陌生，作为美国海军两洋舰队之一，管辖第2、第6舰队。从1906年到2006年，它曾存在了1个世纪，主要负责在大西洋战区和地中海单独或者协助其他军种部队进行战役和作战任务。此次重建，它将如同美国海军肯尼斯·布雷斯韦特部长所说，除了更加专注于大西洋反潜战以及与欧洲盟友共同抵御敌人，同时大西洋舰队此次将迎战充满自信的俄罗斯海军。当然，对于美军这种摆在明面上的针对，战斗民族俄罗斯也直接用行动表示，你不客气，我也不客气，战机已经部署。12月4号，环球网援引防务博客网站3号报道，俄罗斯太平洋舰队新闻处发布声明称，俄军已经将能够挂载高超音速武器米格31截击机部署到距离美国阿拉斯加地区仅为600千米的基地，战机仅需20分钟就能抵达。俄罗斯米格31是双索全天候截击战斗机，具备超音速巡航能力。其最新型号米格31BM是对米格31深度现代化改造后的版本，与原先的米格31相比，据称作战性能提高了2.6倍，被不少人士评价为有着脱胎换骨的变化，侧重高空高速，在速度、作战
半径、雷达功效方面占据优势，其飞行速度可达 2.83 马赫，能够连续飞行7小时4分钟，航程达8000千米。最重要的是，米格31强大的武器挂载能力，能够挂载 233空对空导弹、匕首高超音速导弹、237远距主动雷达制导导弹等导弹，其中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射程可达2000千米。在米格31BM 飞行速度达到最高 2.83 马赫发射时，因为战机在近3000米飞行完成导弹抛物的前部分，匕首借力打力，从米格31BM 速度开始加速，飞行速度可达10马赫，完成抛物线的后半部分。届时，匕首携带30万吨当量的核弹头一经发射，在全天候导引头的指引下，命中敌方目标一击致命，将毫无挽回之地。当然，俄罗斯也对米格31BM 进行改造、技术升级，才能够做到超乎常人想象的程度。现在，米格31BM 的部署距离美国本土近600千米的距离，比起美国海军计划，俄罗斯这一手对于美军来说，可真的是一把匕首悬在脖子上，只待匕首割手。纳卡战争无人机的精彩表现，让国际社会重新认识到了军用无人机在现代战争中的重要作用。而此前被印度突然袭击的巴基斯坦，也开始在克什米尔边境线上有样学样，尝试使用无人机来解决看不顺眼的问题。根据一枚印度斯坦时报在12月4号的消息显示，在当天凌晨5时许，印控克什米尔地区的前线多处军事哨所遭到了空袭，初步判定是巴基斯坦利用无人机进行偷袭。因为事出突然，而且在凌晨5点，这给前线印军造成了严重损失，10多个哨所被彻底破坏。需要注意的是，对于此次夜袭，巴基斯坦方面倒是十分坦然，很直接的就表示，这一次夜袭就是一场有针对性的军事报复行动，这是对此前印度对巴控克什米尔地区展开突然袭击的一个报复。很多人可能不清楚，在11月24号，印军曾用远程攻击突然袭击了克什米尔巴基斯坦一侧。而且令人发指的是，印军瞄准的目标却是当地的一个婚礼现场，事发地在巴铁控制的克什米尔地区。当时吉格乔特村正在举行一场婚礼，因为现场比较欢闹，这就吸引了印军的注意力。当时印军直接出动了超过12门迫击炮和火箭炮，向婚礼现场展开了地毯式轰炸。虽然在该地区生活的居民都对印军的不宣而战十分熟悉，也确实第一时间采取了自保措施，但是因为场地原因，婚礼现场中有很多妇女儿童遭遇了不幸。不得不说，这种把目标瞄准无辜平民的做法，也真是深得西方国家的真传。不愧是号称全球最大的民主国家，可以把人分个369等，13亿的人口就1亿不到的人当真自由。话又说回来，因为此次巴基斯坦开始利用军用无人机执行袭击任务，这也让印度军方十分担忧。有印度媒体指出，印军方对此十分紧张，担心在未来巴基斯坦将会常态化的使用无人机进行空袭。这对于目前印军来说，对无人机上的应用十分薄弱。如果巴基斯坦越来越多的使用无人机进行打击，那么印军在边境线上将处于严重劣势。为此，印军军方下令要求相关部门尽快研究自己的无人机项目，推进无人机蜂群技术研发。很有意思的是，印度军方在表明对无人机的态度时，还不忘挖苦一下巴基斯坦，声称巴基斯坦其实并没有生产无人机的能力，也不具备这种能力。这些无人机很可能来自于某些其他势力，甚至可能连操作都是别人来完成。但印度不一样，印度会尝试自己掌握相关技术，将来会更多的使用国产武器。虽然话说的挺漂亮，不过从万国牌武器大师嘴里说出来，总感觉怪怪的。拒绝多次，现在中国要加入美俄核谈判，除非美国答应这个条件，否则不可能。敬请关注本期内容。美俄战略武器削减条约，这一美俄之间最后一条军控条约即将在明年2月结束。之前进行了多轮谈判，但是由于美国一直要拉中国入场，最终都无疾而终。而在最近举行的香山北京安全论坛上，又再次谈到了这个话题。此次专家表示，除非美国答应一个条件。在该论坛上的军事和外交政策专家表示，在特朗普时代之后，需要修订和改革全球军备控制机制。美国和中俄之间的军事紧张局势已经影响了战略稳定和新的军控机制在核武器领域的作用。在论坛的2天中，大多数学者承认，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和俄罗斯建立的军备控制结构现在已经处于危险之中。随着特朗普推出的一项主要军备控制协议，这种结构破裂，并且已不再与时俱进。另一个主要问题是，即使在最近几年中，中国已取代俄罗斯成为美国心目中最大的战略竞争对手，但中国也正在迅速缩小与美国的军事技术差距。因此，在2020年美俄战略武器削减条约明年2月就要结束之后，但特朗普就一定要拉着中国加入未来的核谈判活动。
不动。但是与美俄的核武器储存数量相比，我国那几百颗核武器储存不过冰山一角。不过，虽然我国已经多次明确表示拒绝，美国却依旧如此要求。因此，在此次的论坛中，我国前国防部官员、国家研究基金会的专家说，我们是绝对不会加入关于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谈判，因为中短程导弹在中国的防御能力中起着重要作用。INF 条约是在1987年美国和苏联之间签署的，该条约禁止所有射程在500至5500公里之间的地面弹道和巡航导弹系统。去年，美国单方面退出了该条约。中国经济与战略专家李道忠在论坛间隙表示，只有美国同时提出空中和海上导弹，我们才会接受。但是美国会不同意，因为他们在该领域具有巨大优势。在特朗普执政下，美国近年来退出不少条约，而且看美国目前的态度，对于续签美俄战略武器削减条约似乎也不大热衷。因此，这种毫无诚意的提议完全没有必要提出来，因为像我们提出的条件，美国也是绝对不可能答应的。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每个人都心知肚明，所以俄罗斯最近似乎也在加强核武器的研发，而美国又是否已经在偷偷开始研发核武器，谁又知道呢？按照目前的趋势来看，条约续签的可能性不大，这也就意味着到明年2月，俄罗斯和美国这2个最大核拥有国将再无任何条件束缚，这2个国家的核武器合起来可以将地球炸翻几次。看来我们还是要早做准备了。